上集说到，由美子4人成功的通过了审查，正式成为了受庇护的联邦公民，而咱们的金宝也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史蒂芬妮。Which one of you is Eugene? Hi. I'm Stephanie. 这一瞬间，他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不过俩人还没交流2句，尤金等人便被带到了演播室。电视里正播放着一段介绍联邦的纪录片，对着镜头解说的男人名叫兰斯·霍恩斯比，是这里的运营总监，掌管着联邦大大小小的事务。而在他上面的便是创建联邦的帕梅拉·米尔顿，他也是曾经美国的一州之长。现如今联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5万，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特长分配了工作。社区的建设几乎与末世前一模一样，甚至都有着完整的医疗系统。在这里，人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孩子们可以随意的嬉笑打闹，每天都能吃到各式各样的零食甜点，这在末世简直就是天堂。当然，安全才是第一要素。暴风兵不仅维护着社区的稳定，还时不时的抗击着外边的丧尸。That's the Commonwealth way. 很快，影片播放完毕，由美子轻声念叨着帕梅拉·米尔顿这个名字，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个州长创建的。接着，工作人员给他们每人都分发了一个信封，几人有些纳闷，这是做什么？尤金打开信封一看，上面写着已担任高中教师职位，住宿在一区13号平房。看来联邦已经给他们每个人都安排好了工作和住宿。尤金立马站了起来，想找工作人员问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是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只是没有打算在这里长期居住，家里还等着他们带援助回去呢。不曾想工作人员根本不甩他，让他有什么问题就一级一级的向上反映去。尤金也只能作罢。其他人的工作也都和灾变前的相似。公主是零售员，她很喜欢商场里的那种氛围。以西杰是动物管理员，只是由美子的信封有些特别，倒像是一份邀请函，让她去社区内部的国情办公室面谈。想来应该是看中了她的才华。这时尤金提醒道，趁着这些安排还没扰乱计划，我们得尽快回到正轨。我觉得咱们应该分头行动，目的是见到他们的负责人，带着援助回去抵抗低语者。另外3人也纷纷点头。商量完，他们便准备先摸清下社区的情况。以西杰他们走后，由美子来到了刚刚那个工作人员面前，准备打听下他弟弟的事情。刚开始男人还爱答不理的，直到由美子拿出国情办公室的邀请函后，对方的态度立马来了个180度转弯。How can I help? Well, during processing, I was inquiring about a family member living here, but I haven't heard anything since. I'd be happy to help you with that. 很快，他根据男人给的地址来到了一家蛋糕店，只不过心里有些疑惑，弟弟明明是个胸科医生，怎么会在这里工作？他推门走了进去，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个精美的糕点，这种画面给他一种梦幻的感觉，仿佛世界一直都是正常的样子。他深吸了一口气，贪婪地享受着奶油香甜的气味，这种味道好多年都不曾闻到过。这时，一个男人端着刚做好的蛋糕走了出来，看见由美子的瞬间便愣住了。姐弟俩都很高兴，他们已经超过15年没有见过面，甚至都在心里早已默认了对方死了。汤米听着姐姐在外面的过往，不由得有些惊讶，拿笔杆子的姐姐竟然会使用刀剑，还是一名神箭手。由美子也好奇地问向了弟弟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汤米说道，当初末世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四处逃窜，后来遇到了米尔顿家族，他们带领我们在这里建造了联邦社区。一开始只有几条街是安全的，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10多年的时间发展到了现如今的规模，我几乎都快忘记了外面的世界。由美子也是唏嘘不已，同时也庆幸弟弟能够来到这里，他可是体验过外边的残酷。不过他还是好奇地询问，为什么你会在蛋糕店里工作？要知道医生在末世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可汤米却说道，我一直都是喜欢烘焙的，那会让我感到放松与快乐，学医只是你和父亲的期待，所以来这里后我便隐瞒了自己是医生的事情。我希望姐姐也不要说出去。 I like my life the way it is. It's the one gift I got out of the world falling apart. Please, don't ruin this for me. Of course I wouldn't. Look, just tell me one thing. Is this place really as good as it seems? Better. So if I wanted to get help from people, I could do that. Anything's possible as long as you follow the rules. Hell yes. 另一边，尤金和史蒂芬妮正在逛街，他们来这里买冰淇淋。之前俩人在无线店里就探讨过口味。这时，一个黑框眼镜女孩也走了过来，她还没开口说话，服务员就立刻放下手上的活，赶忙去到里面把准备好的冰淇淋拿了出来。因为女人是帕梅拉的秘书。Excuse me, that wouldn't happen to be Rocky Road there, would it? 女人没有理会他，直接转身离去。尤金自讨了个没趣，他刚才只是有种说不上来的熟悉感。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nd keep the change. Here you go. It's not black raspberry, but see what you think. 他舔了一口，震惊了，这味道居然和末世前的一模一样，真是久违的感觉。随后二人在街道上惬意地散着步，一下子回到正常社会。尤金一时还有些不适应，这时远处一道身影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个妈妈的装扮和罗西塔十分相似，他不由得想起了家里的伙伴。他们出来了好些天了，也不知道家中的情况怎么样了。想着想着也没有了逛街的心思，他心事重重地对史蒂芬妮说道：“虽然我很愿意和你一起长相厮守，但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不能完成来到这里的目的，那将会愧对我自己，愧对寄予希望给我们的家人们，所以我们不会留下来。家里还在等着我们带着援助回去。”说完，他问向史蒂芬妮：“如果想要请求援助，该走什么流程？”史蒂芬妮无奈叹了口气，说道：“联邦的人口众多，所有手续都进行得很慢。”说着说着，他们来到街边长椅坐下。史蒂芬妮看出尤金的心情很差，所以他也在思考该如何帮忙。这时，屋顶的天线引起了他的注意，俩人对视一眼，似乎想到了一起。史蒂芬妮表示，社区的电台就在里面，如果你能和家里人说说话，想必心里会好受一些。只是尤金明白，这种和外界联系的行为肯定是不被允许。Are you sure? I work in the comms department. You could get access to the equipment, but to get official permits, it would take a couple weeks. So, Back to square one. 这个时候，以西结和公主也来到了这里，他们去打探了下消息。很不幸，想见自己的上司至少得等5个星期，甚至可能好几年的时间。尤金眉头紧皱，然后看向了史蒂芬妮。没办法，只能偷偷使用无线电台了。随即，他们起身朝着会堂走去。让几人没注意到的是，在他们不远处，一道橘红色的身影在默默地看着他们。男人名叫墨瑟，是所有风暴兵的指挥官。不多时，史蒂芬妮带着尤金进到了会堂里。这里人很多，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通讯室在2楼，他俩淡定地上着楼梯，而公主和以西结则在大厅放哨。要是有什么突发状况的话，还能打下掩护。俩人很快便上到了2楼，刚好这里没有士兵把守。5分钟后，在门口盯梢的公主发现了情况，她看到墨瑟带着士兵朝这边走过来。Hey, fancy meeting you here, Mercer. Ooh, well, they clearly got a gym in this joint. Your chiseling is great. 面对夸奖，墨瑟还有些不好意思。Wait. I wanted to thank you. What? For making sure this got back. No need. Just returning your property. That's it. Was it something else? Yeah. You have really beautiful eyelashes. 而此时的亚历山大，刚好是亚伦等人去山顶寨找工具的时候，家里只留下了罗西塔。Eugene, are you okay? You too. I got Judith here. Hi. Are you all safe? Yes, we're all safe. We're doing okay. How are things there? Well, the war's over. Alpha and Beta are dead. But Alexandria's trashed and we're running out of food. Yeah. Eugene, are you still there? Eugene, where are you? Is he gone? 尤金也是醉了，刚才信号断断续续的，也没听清楚家里的情况怎样了。Hands up! Move away from the radio. No harm's been done. I assure you. You're under arrest. Unauthorized use of government property. 随后，他们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尤金赶紧询问史蒂芬妮怎么样了，但男人没有理他，而是严肃地说道：“在此通知你们将被以下罪名起诉：肆意侵入危害公共安全，以及与境外人员非法交流等罪名，违反了联邦社区刑法。1个小时以内，你将出席法官审理的听证会。若被判有罪，你会被发配到墙外偏远的区域，终身禁止返回社区。” We did what we did for good reason. If you just let us explain. Tell it to the judge, although it won't matter, especially since you've been here less than a day and already broken several laws. we want to talk to our lawyer.
You have an attorney? Damn right we do. Fancy one, too. So if this place likes rules so much, you have to let us have one. It's our right. Rights are for citizens. We're asylum seekers. Privileges come when you've earned them. Please, just let me talk to Stephanie. She can vouch for us. She's being processed and charged separately as a citizen. That's some bullshit. 这时，一个男人带着史蒂芬妮走了进来，几人都愣住了。这人看上去有点眼熟。 Let them go. So Hornsby, I can't. They're awaiting trial. Do not. Bye, Mercer. 等他们走后，以西结才惊呼地说道：“这不是纪录片里面的那个总管兰斯吗？”史蒂芬妮对几人说道：“兰斯是值得我们信任的，只是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他也许能够让你们免于放逐，但罪责难免，你们总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些代价。”很快3天的时间过去了，在兰斯的运作下，刘金等人免去了听证会和被发配的惩罚，取而代之的而是服刑劳作。墨瑟将他们安排在了社区边缘区域，命令几人将这边的丧尸清理干净。都已经3天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以西结本就患有癌症，连续几天高强度的拼杀着实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有时候都要很久才能缓过来。和他一组的公主也是担心他的状况，好多时候都是他多击杀了一些丧尸，替以西结分担了不少。这时，刘金俩人清理完那边的房子后走过来会合。 Steph, how much longer we gotta do this? It's been days. A couple more, I guess. He won't make it a few more days. I'm fine. No, you need to see a doctor. I'm not gonna leave you alone to work out Don't here. be stupid. 公主很清楚以西结的状况有多糟糕，所以她希望史蒂芬妮能带她去看医生。可史蒂芬妮一时间也做不了主，她能做的只能是去问问大管家兰斯。以西结倒不是不想去，她担心看病的花费非常昂贵，会更加拖累伙伴们。但公主告诉她不要担心，朋友就是用来两肋插刀的。她听着心里非常感动。可这时，他们看向了不远处，只见墨瑟带着2个年轻人从旁边走过，其中那个靓仔嫌弃地谩骂着这里很臭，更是用嚣张的口吻让墨瑟走快点。 Who the hell was that?